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汉。今天我要前进台中喽。从台中的干城站出发，沿着一中商圈，穿越北屯、昌平路、四张犁、社口，接着抵达神冈，最后再延伸到清水杨错里南清宫。没错，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台中的14路延伸线。这条线听起来好像很冷门，但是冷门的路线也有值得让你去观看的景点哦。最后我们会带大家去大洋油库一探究竟。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就现在开始咯。来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呢是台中的14路的延伸线。今天我们要一路坐到南清宫，所以这一集千万不要错过。现在就坐车出发。台中的14路是早期台中市区公车就有的路线，最早从绿川东站开往四张犁、东宝社区。2000年的时候，班次大约还有15到40分一班。2006年6月26号，跟台中客运的34路整并。由于丰原客运不再行驶台中市区到神冈的路线，2013年4月1日。丰原客运的6529、6542决定停驶，所以从这一天开始，14路延伸到旧庄，另外再开辟副线到神冈区公所，以替代丰原客运台中到神冈地区的路线。2014年的9月1日，部分班次再延伸至南清宫，也就是说，杨错里这一带除了164之外，另外一个选择就是14路的延伸线。这条冷门路线，相信平常一般人不会想到要搭这条前往冷门景点。阿汉我也是第一次搭，所以特地挑选了14路延伸线来搭搭看。最后抵达终点的景色会是如何呢？大家就继续看下去咯。离中友百货不远的一心市场，早在1960年2月24日落成。因为现在的三民路3段是一心路、大同路2个路段合并而成，这座市场就位在一心路上面，所以命名叫做一心市场。当时为了整顿市容，解决周边的摊贩乱象问题，所以才会新建这座市场。早期这附近是空军眷村，人口非常的密集。一心市场在1970、80年代生意特别的兴盛。现在眷村已经改建成高楼大厦的莒光新城，附近也增加了各种超市，使得一心市场逐渐没落了下来。上一次在介绍500路的时候，我们提到天津路早期是服饰街，各式各样的服饰都能在天津路买得到，就如同台北松山的5分埔商圈。不过你知道台中也有一条皮鞋街吗？没错，这条皮鞋街就位在我们现在所经过的昌平路上。早期台湾的制鞋工艺红到国外去，所以有着制鞋王国的称呼。不少老板将自己工厂制造的皮鞋销到国外，也顺便在国内销售。1967年，昌平路的第一家皮鞋工厂成立之后，皮鞋店一家一家的在这条路上开张营业，大多集中在北屯路到文心路间的昌平路一段上面。早期这里的皮鞋非常便宜，
不少顾客刻意来这里买皮鞋。短短的一条路上，曾经高达40家的皮鞋专卖店在这里。所以可以看到以前生意是有多么的好。不过这里跟天津路服饰街的处境差不多，各式店面，再加上网络购物的兴起，以及产业转型、工厂外移等等的因素，现在昌平路目前卖鞋的店家只剩下10家左右，围绕在文昌国小附近。台中的朋友提到昌平路，是不是有勾起你在这里买鞋的回忆呢？进入松竹昌平路口，这一带有一个古早的地名叫做三分埔，主要是清朝的乾隆雍正年间，赖姓先民来这里开垦的时候，赖家将还没有开垦的荒地，依照3:2的比例分成2个庄，分别称为3分埔跟2分埔。国民政府时代，这里的地名逐渐不再以3分埔来称呼，而是以附近的松竹寺作为命名依据，所以这一带的地名松竹是这样来的。而前方的三角公园就是台中的4张犁，也是因为开垦而出现的地名。这一带国民政府时代有好几个眷村聚落，比如陆光九村、人北新村、民安社区等等，都是有名的聚落。东宝里主要的聚落旧名是东元堡。元堡这个地名由来有2种说法，一个是以前八堡圳的水流只流到这里就完毕，然后闽南语的“完”这个字的发音跟“元”的发音是一样的。另外一种说法呢是当年开发初期的时候，发现这里有许多的卵石，形状就如同元宝而得名。日本政府时代，这里设立东元堡区。国民政府来台之后，行政区重新划分，东元堡区分开为潭子乡东堡村跟大雅乡西堡村。2010年12月25日，台中县市合并之后改为东宝里。东宝社区这里以前是14路的终点，到了2012年再往前延伸到神冈。而东宝里也是14路短暂经过潭子区的区域，过了民族路一段就属于大雅区。在昌平路还没有整编之前，这里道路的旧名很有趣。潭子区、神冈区的民族路都在这个路段上，但是2条路是不相连的。潭子区的民族路往南通北屯区的昌平路，中间是大雅区的中正路，而进入神冈区又叫做民族路。如果不是在地人，根本就搞不清楚。北屯区的昌平路最早只有到2段而已，因此在台中县市合并之后，台中市政府决定整编，统一名称为昌平路，从1段到5段。我们现在经过的地方是4段，刚好就位在神冈区跟大雅区的交界。昌平路5段的尾巴是社口，神冈的社口包括社口里、社南里的范围。清朝时期，因为开垦的先民在当时的番社出入口建屋居住，逐渐形成一个聚落，因此称为社口。社口里内，林家古厝大夫地是有名的古迹，早期发展的万兴宫也在这附近。
神冈这一带啊，最早进入开垦的先民，以广东省镇平县神冈社的移民最多。开垦的先民啊，在这里建造村庄，以祖籍的神冈庄为命名。如果用广东粤语来取谐音的话，发音就很像新广庄。这个新广庄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呢，是新辟的广大平原之意。1920年，这个地方才改名叫做神冈。圳堵名称的由来啊，是因为福圳的流水啊经过这里，是葫芦墩灌溉系统的其中一条支流，从圳头的五大便开始分流。因为啊这里位处在河阶地形上，所以是由人工来填高地势，建造一条水圳。这条水圳比农田高出至少1公尺，就像是浮在田上面，所以才会称为福圳。而福圳终点的地方就命名为圳堵。现在的新庄里，在清朝时期的时候是属于吴福圳新庄，这里晚期才形成新的村庄聚落，所以才命名叫做新庄。1950年代，新庄到圳堵、东山、旧庄这一块大片的土地，曾经种植过数百甲的乌龙茶。光是新庄就有10家左右的制茶厂。那时候的新庄还有生产荔枝哦。不过到了1980年代，台湾荔枝的产量越来越多，新庄的荔枝啊，最后被市场价格埋没，就完全消失殆尽了。杨错里的信仰中心是在大洋油库旁边的南清宫，主祀清府王爷、天上圣母观世音菩萨，建于1987年。当时是由地方的善心人士共同筹措这间庙宇。大洋油库这座建筑跟清泉岗基地息息相关。1966年1月29日，美国大力土运输机进驻台湾，并且选定清泉岗作为美军的后勤基地。美军在清水的杨错里这一带新建7座油库，提供美军在越战期间战斗机以及 B-52 轰炸机的飞机用油。美军的油轮停泊在高美海域这边，透过油管输送到高北里的加压站，然后顺着大甲溪的油管，再将油料送到设在杨错里的7座大型油槽中。随着越战以及共同防御条约的结束，这7座油库在军事上面已经逐渐没有需要。2000年3月，军方将油库以废铁标售拆除。另外2座油库拆除之后，改建成为大洋国小的校区。当时台东县的文化局、牛骂头文化协会希望保留地方的文化史，筹措60万元油库的让渡金，好不容易从得标厂商买下最后1座的油槽。这座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大洋油库。油库附近的土地也改建成公园。如果想要搭车来这里玩，建议先记好14路延伸线的时间，
开车来这里的话，从清水过来可以走鳌海路，除了大洋油库，还可以顺便去鳌峰山、牛骂头遗址走走。如果还有时间的话，还可以去潭雅神绿园道骑自行车哦，玩一整天都不是问题。带着大家导览神冈、昌平路沿线以及清水的冷门景点大洋油库，是不是让你意犹未尽呢？好啦，今天的内容也接近尾声了。阿汉我当日后面还有行程，所以先搭14路回来到文心路这里下车，再搭其他公车去大坑。下一次我们就介绍大坑的路线咯。好啦，阿汉呢，等一下呢要赶去台中别的地方了哈，所以呢14路呢这一节内容就为你录到这边啦。我是阿汉，喜欢我们的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，拜拜。